10月7日，一场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开始了，代号阿克萨洪水。一支巴勒斯坦地方武装通过海陆空3种形式对以色列发动了全面进攻。在外界看来，以色列被这套组合拳直接打懵了。备受关注的铁穹也没有起到意料中的作用。在这场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多个军营被占领，一些坦克与装甲车也被缴获。在第5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内，以色列何时吃过这么大的亏？难道中东小霸王真的虚有其表？显然，5000枚火箭弹的饱和打击让铁穹也反应不过来，这已经远超铁穹的拦截能力。数千枚火箭弹同时打击，任何一种防空系统都难以应付。在发射数千枚火箭弹之后，这支巴勒斯坦地方武装发动了海陆空立体进攻。例如，使用装甲车辆强行突破以色列在边境修建的围墙，利用滑翔伞从水面通过，为后续部队打开道路。截至目前，这场冲突仍在进行，中东各方势力也都发出了声音：难道真的要爆发第6次中东战争吗？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真的被高估了吗？说起地缘政治，位于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可以称得上全球最差，周围众多阿拉伯国家都对以色列看不顺眼。在不到80年的时间内，以色列与这些阿拉伯国家爆发了5次中东战争。总体来说，以色列的军事实力放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算太强，刚刚进入前20，乌克兰的排名都要比以色列要高。但在中东这1亩3分地儿上，以色列基本就是无敌的。自建国以来，通过5次中东战争，将周边阿拉伯国家都揍了一个遍，赢得了中东小霸王的称号。但以色列的劣势也很明显，国土面积只有25000平方公里，南北长度不到433公里，东西最宽只有50多公里，毫无战略纵深可言。在这种劣势下，以色列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的国防动员体系。在这次袭击中，这套高效的动员体系发挥了作用。在遭遇袭击之后，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在48小时内动员30万预备役，后又增加6万预备役，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员行动。战争动员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之一，这也是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保持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色列人口不足1000万，却拥有一支17万人规模的常备军，而作为5常之一的英国，人口是以色列的7倍，也才拥有这个规模的兵力。为了能拥有战争动员能力，以色列实行全民兵役制，凡是年满18周岁的以色列公民都需要服兵役，男性应征者需要服役30个月，女性则是24个月。在义务兵完成服役之后，要么转为合同兵服役，要么转为预备役。就算以色列公民退役之后，在50周岁之前，还是需要参加预备役训练。目前，以色列的预备役人数在46万到50万之间，如此一来，才能为以色列构筑少现役与多预备役的国家动员体系。虽然以色列拥有17万常备军，但真正用于边境防守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许多部队都没有满编。在36个旅级战斗序列中，实际上只有3个装甲旅、3个机步旅以及1个伞兵旅处于满员状态，另外5个步兵旅可以做到半满员，但剩下的部队只保持了庞大编制，坦克和装甲车按照满编配备，但人员却并没有，只配备了一些军官和士官。这是为了让以色列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达到一种平衡，既可以避免常备军占用太多劳动力，又能以高效的动员体系保证国防安全。一旦进入战争状态，以色列就可以迅速启动动员，征召预备役，填满部队编制，然后投入战场。第4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面对阿拉伯联军进攻，曾在48小时内动员20余万预备役奔赴战场。从这里能看得出来，在许多情况下，以色列常备部队的任务就是在战争开始的48小时内顶住战场上的压力，为后方动员争取足够的时间。5天之后能完成50万预备役的动员，有这个数量的兵力在手，就完全可以打反击了。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常备军顶不住第一波攻势，
那以色列将一败涂地。而且这种动员体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里面涉及人员通知、征召、装备解封、配发、试车、编组、分配以及临时配备等方方面面，没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国家或地区根本无法照搬这种形式。也正因为这套高效的动员体系，才给予了以色列对抗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底气。除此之外，也离不开以色列装备的先进武器系统。虽然以色列陆军未满编的部队很多，但海军和空军大部分部队都是满编装备，为的就是保持临战状态，在以色列遭遇袭击的第一时间快速反应，为全国动员争取时间。在三大军种中，空军是重点建设之一，经过多年经营，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拥有11个空军基地、57个飞行中队、20个防空营，各类飞机拥有700余架，其中主力战机约为350架，包括 F-15、F-16以及 F-35，另外还有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以及侦察机等，机型十分完备。其中主力战机方面，自 F-16问世之后，以色列为了保持空中优势，便选择大量采购 F-16战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色列周边国家的空军装备也逐渐发展起来，都开始大量装备 F-15、F-16等美制战机。虽然以色列也有这些战机，但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后来，美国又为以色列专门生产了 F-16I， 这架战机弥补了 F-16一些缺陷。F-16I 加装了保型油箱，在作战航程以及续航时间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降低了对空中加油的依赖。F-16I 发动机使用普惠公司生产的改进型，属于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最大推力可达129千牛，使得整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23.6吨。在航电方面， F-16I 也有了较大的改进，与原来的雷达相比，处理速度是原来的5倍，存储量是原来的10倍，空中探测距离提高了30%。在与依靠惯性制导的武器相交连之后， F-16I 就获得了很强的防区外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另外，以色列还装备了 F-35I， 是唯一拥有5代战机的中东国家。F-35I 是美国专为以色列定制的战机，允许以色列将自己的技术应用在这架战机上，以便应对以色列独特的安全挑战。F-35I 采用了以色列专有的电子战系统，包括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以及情报系统，能独立系统从飞机上获取传感器数据。系统可以通过飞机上的以色列数据链路，将数据传递给附近的战机或其他设施，以帮助监测、优先选择和攻击敌方目标。鉴于以色列面临着巨大的火箭弹威胁， C4I 系统非常有必要。另外，以色列空军还装备的 F-15战机，凭借着3种美制战机，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拥有绝对优势。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空军都是以色列制胜的关键，以大胆的战术和精湛的技术做到以质胜量，从而掌握制空权。在陆军方面，以色列拥有13万常备兵力，预备役兵力可达50万人，装备了3000余辆主战坦克，其中最先进的梅卡瓦4型拥有500余辆，具有强大的火力、防护以及机动性。在1991年的沙漠行动中，梅卡瓦主战坦克首次参战，表现非常出色。最新型的梅卡瓦5型主战坦克目前已经研发测试成功，配备更先进的环境感测设备，并引入了人工智能处理系统，同时还集成了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这是以色列为主战坦克和重型装甲输送车设计的一种全自主硬杀伤主动防护系统，可用于拦截包括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和无后坐力炮弹等各种威胁目标。同时还升级了武器系统，虽然与梅卡瓦4型的武器相同，但提升了相应的软件设施，如改进型的全电炮塔控制系统，车长和炮手都可以用控制器操作炮塔进行射击，将其变得更加适合以步坦协同作战、远程火力实施支援的战场。除了主战坦克以外，以色列还拥有各种装甲车辆，如纳梅尔步兵战车、阿希特装甲运兵车、拉法特装甲车等。
这些装甲车辆能够为步兵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支援，增强其作战能力。以色列陆军还装备了大量火炮与导弹系统，包括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M109A6 自行榴弹炮、ATMOS-2000 自行火炮、大卫之弩远程火箭系统、斯派克反坦克导弹以及铁穹防空导弹等。这些火炮和导弹系统能够对敌方的地面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和拦截。至于海军方面，相较于空军和陆军，实力上要稍弱一些，主要因为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没有像样的海军，所以海军并不是以色列的发展重点。航母、两栖攻击舰以及驱逐舰这类军舰通通没有装备。以色列海军编制只有7000人，其中海军陆战队300人，另有2500人的预备役，装备75艘舰艇，总吨位约为 1.67 万吨，其中装备了3艘萨尔5型驱逐舰，排水量只有1200吨，但武器装备远超其他国家2000吨级护卫舰。萨尔5型下一级是在德国 K130 轻型驱逐舰基础上研发的萨尔6型，满载排水量2000吨，计划建造4艘，目前已经交付2艘舰体。以色列正在为其西装，萨尔6型搭载了32枚巴拉克8远程舰空导弹，射程达到70公里，未来可能换装150公里的增程型。另外还搭载了2座20单元的铁穹近程防御系统与16枚反舰导弹，火力水平堪比驱逐舰，未来将陆续接替萨尔5型。此外，以色列还拥有多艘深水潜艇，其中3艘海豚级是德国209型潜艇的深度改进型。特殊之处在于4具650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钻挖人，加衬套后可以发射533毫米鱼雷，同时还能发射以色列自研的涡轮凸眼和巡航导弹，射程1500公里。另外还有3艘海豚2型潜艇，与前者相比非常相似，但海豚2型支持20名蛙人，比前者多1倍。以色列下一代潜艇达卡尔级也在规划中，计划从2027年起陆续服役，以替代海豚级潜艇。目前以色列海军所装备的潜艇主要执行探测情报、网络攻击、修复电缆以及跟踪敌方水面舰艇的任务，这些任务都是以色列安全的重中之重。从这些装备来看，以色列的军队规模虽然不大，但一直走的都是精兵路线，武器装备也一直追求最先进的，军费开支可以占到 GDP 的 5% 以上。同时以色列的军工水平也非常高，尤其是在电子设备、预警雷达以及无人机等方面，其生产的产品可是国际军火市场上的畅销货。当然最重要的是，以色列还拥有着顶尖的情报机构。以色列拥有庞大的情报网络，在多个地区都有线人与特工，对中东地区进行监视。虽然在这次袭击事件中，以色列没有第一时间获得情报并发出预警，但这并不能彻底否认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目前，以色列情报机构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摩萨德，局长直属以色列总理管理。这是在1948年成立的情报组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英国军情6处并称为世界4大情报机构。自成立以来，摩萨德进行了多次让世界震动的成功行动，以大胆、激进、诡秘称著于世。其前身为沙亚，主要负责收集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情报。在以色列建国之后，改组为对外情报机构，也就是摩萨德雏形。1952年，伊塞尔·哈雷尔担任局长，是摩萨德史上任期最长的局长。在任期间，哈雷尔确立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性质与目标，认为摩萨德不仅要收集情报，还要执行特殊任务。比如在1971年，摩萨德就通过向埃及提供错误情报，使得埃及军队转攻为守，为以色列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最终完成逆风翻盘。1981年，摩萨德获得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准确坐标与施工进度，让空军成功执行了割据行动，从而阻止了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在1991年，摩萨德还获取了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的情报，为以色列提供预警和防御。
第二个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也就是常说的新贝特，主要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同样成立于1948年，主要任务为反恐、反间谍、反颠覆以及防泄密等任务。反恐及相关情报收集是新贝特的首要任务，主要针对的就是活跃在以色列本土与东耶路撒冷的地方武装组织，同时还与摩萨德深入合作，双方共享情报。最后一个情报机构就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俗称阿曼。顾名思义，主要负责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情报探测与监听等任务。这3个机构一起构成了以色列的情报体系，同时也是中东地区最强的情报体系。当然，以色列最重要的镇国神器当属核武器了。以色列的核计划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最早能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之中的迪莫纳反应堆明确了核武器的技术路线。1966年，以色列与南非合作，在印度洋某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70年代便正式拥有了可以部署的核武器。虽然直到现在，以色列对于是否拥有核武器这个问题不承认也不否认，但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认为，以色列至少拥有90枚核弹头。也正是凭借这个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以色列拥有了核威慑。以色列还拥有一系列配套的核武器投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有弹也有枪。以色列之所以要改装空军战机，就是为了使其具备投掷核武器的能力，包括对 F-35I 升级也是一样。对于这款战机，以色列哪里都满意，就是不满意没有原配的 B6112核弹。所以以色列拼命对 F-35I 进行改造，使其具备投掷自家弹药的能力，特指的就是那个你懂的。除了战机投送能力以外，以色列还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杰里科3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5500公里，在减轻弹头重量后，射程可以达到7500公里。最关键的，这款导弹具备投掷核弹头的能力，为以色列提供了对所有阿拉伯国家进行核打击的能力。作为3位一体核力量的组成部门，海基核武器也不可或缺。虽然以色列没有核潜艇，但拥有可以发射核巡航导弹的海豚级，凭借1500公里的射程，使得以色列可以前出到波斯湾海域，对伊朗形成核威慑。综合上面的资料，火力军只能说，这次以色列没有迅速反攻过来，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并不代表以色列虚有其表。以色列的整体实力能够碾压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要不然在前面几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也不会全部都上场了。虽然也没赢了以色列，在其他国家不下场的情况下，这支巴勒斯坦地方武装肯定必败无疑。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